韩国一向是个整容大国，韩国的女明星也有很多都是人工美女，但是一些韩国女星明明已经颜值惊为天人，却不断沉溺整容，一次又一次变脸，导致以前和现在的容貌完全变了样。今天就和大家盘点一下以前美如画，多次整容后颜值崩塌的9位韩国女星。崔智友。第一个就是崔智友。崔智友在韩国有眼泪女王的称号，一部《冬季恋歌》和一部《天国的阶梯》奠定了崔智友在韩国悲情剧女王的地位。从艺20多年里面，崔智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除了她的演技外，就是她自带的淡雅如菊的气质。尽管崔智友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走悲情路线，但她的表演总是会给观众传递出一种温暖淡然又坚韧不拔的感觉。崔智友的演技和观众缘的确都非常不错，但是她现在的颜值不如年轻时自然，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几年出现在荧幕中的崔智友，总会被人怀疑她出现了整容后遗症，尤其是她的鼻子，透过屏幕也能感觉到明显的假体存在。当然，崔智友一开始就不是天然美女，凭借《冬季恋歌》大火时，崔智友就已经微调过。当年的她美得像一幅画，如今的崔智友整容修复次数多了，不仅脸部开始变得僵硬了，整容后遗症也慢慢显现出来了。不过现在47岁的崔智友结了婚，生了女儿，生活幸福，也无需靠着美貌辛苦营业了。蔡琳。和崔智友咖位差不多的蔡琳，也是近年来颜值崩塌的韩星之一。蔡琳在2000年就凭借《夏娃的诱惑》而走红，她也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发展的韩国明星。她和苏有朋主演的《情定爱琴海》和张家辉主演的《心醉打金枝》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算起来，蔡琳在中国发展的几年里，确实演了好几部口碑非常不错的作品。她与第一任丈夫李承焕离婚之后，便将事业重心从韩国转移到了中国，也就是在中国拍戏的过程中，蔡琳和演员高子淇因戏结缘，于是结婚生子。不过2020年结婚7年的蔡琳和高子淇还是宣布离婚了。之后蔡琳带着5岁的儿子回到了韩国生活。回国之后，蔡琳和儿子一起上了一档综艺节目，节目中蔡琳的儿子乖巧懂事，蔡琳也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超人妈妈。只是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的是，蔡琳的容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她的苹果肌变得更高，为了除皱不停打针，导致笑容十分不自然，鼻子上的人工痕迹愈发明显。以前的蔡琳是韩国人心中的守护天使，现在的蔡琳多次整容之后，被韩国网友形容为她再整下去，恐怕会落得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的下场。尹恩惠。尹恩惠的颜值变化同样让人心碎。尹恩惠应该是很多韩剧迷心中的意难忘，无论是她和朱智勋主演的《宫》和孔侑主演的《咖啡王子1号店》，还是和朴有天主演的《想你》，都是红遍亚洲的爆款韩剧。曾几何时，尹恩惠几乎快站到了韩国女星的金字塔尖，她拿过了电视台的最佳女主角奖杯，也享受过众人追捧的顶流待遇。可是这一切都因为一档综艺节目消失不见了。2015年，尹恩惠参加了中国的综艺节目《女神的新衣》，节目中尹恩惠设计的衣服抄袭了韩国的一位设计师的创意。此后，尹恩惠陷入了无戏可拍的窘境，直到她和经纪公司的合约到期，独立开了自己的演艺公司，尹恩惠才慢慢尝试复出。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事业的影响，回归之后，外界对尹恩惠最大的评价就是她的脸变得奇怪了，苹果肌不自然，法令纹明显，嘴角有撕扯感。当初灵动活泼的尹恩惠已经不复存在了。刘仁娜。刘仁娜和尹恩惠一样，整容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显，从早期的《秘密花园》到《来自星星的你》，再到后来的《鬼怪》和《触及真心》，刘仁娜的颜值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出整容微调的痕迹。她是标准的韩国式美女，水光肌、大眼睛、鹅蛋脸，几乎是从出道开始，刘仁娜后天美女的特征就非常明显。她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整过容，观众也早已接受了刘仁娜整容的事实。只是最近几年，刘仁娜的脸开始有了崩塌的迹象，尤其是在综艺《77亿的爱情》中，作为主持人的刘仁娜剪了短发出镜，虽然依旧很美，但是她的整容后遗症却是非常明显，某些角度鼻子看上去非常怪异。比起以前刘仁娜在影视剧中的形象，现在的刘仁娜美则美矣，但面部的僵硬感也越来越重，
不过刘仁娜向来都是靠演技说话，颜值只是她的加分项。希望欧尼以后不要再随便动脸，否则在演电视剧，观众真的会出戏，长此以往，戏路也会慢慢变窄了。5. 刘荷娜和刘仁娜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刘荷娜也变脸了。刘荷娜出演过的电视剧不多，但是她主演的《放羊的星星》是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当年《放羊的星星》播出之后，刘荷娜在中国的人气非常高，星途一片光明。原本《下一站幸福》定的女主角就是刘荷娜，但是刘荷娜违反了经纪公司的禁爱令，她和《放羊的星星》中饰演无人要的郭世伦偷偷恋爱了，于是属于她的角色落到了安以轩的头上，刘荷娜的事业也就此被耽误了。没过多久，刘荷娜就和郭世伦分手了，她也回到韩国发展了。回国之后，刘荷娜演过几部电视剧，但是都不及《放羊的星星》影响力大，也许是刘荷娜的事业心不强。2011年，25岁的刘荷娜和韩国高尔夫运动员李荣奎结婚了。婚后第2年，刘仁娜生下了一个儿子，此后她就慢慢淡出影视圈了。再有刘荷娜的消息是她在网上分享了一张照片，引起了舆论。照片中的她穿着居家服，躺在公公的腿上，她的行为被很多人认为不得体，超过了儿媳和公公相处时的距离。除此之外，刘荷娜的容貌变化也引起了不小的话题。从前刘荷娜可爱的圆脸变成了瘦长的瓜子脸，额头、苹果肌、鼻子以及下巴都充满了肿胀感，给人的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硅胶感。总之，在刘荷娜的脸上再也看不到阿星的影子了。6. 韩恩贞。韩恩贞也已经不是观众们记忆中的模样了。说起韩恩贞，大部分人对这个名字都不太熟悉，但只要提起电视剧《浪漫满屋》，相信很多人就有印象了。韩恩贞在《浪漫满屋》中饰演的是女2号江慧媛，虽然角色不是很讨喜，但是韩恩贞的身材和容貌还是为她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只是韩恩贞的美貌也是有时间限定的，她也是后天美女，有了第一次的整容后，必然就会有后面无数次的修修补补。韩恩贞第一次被人质疑整容失败是在某次电影节颁奖礼的时候，当时她的眼睛严重浮肿，宛如加菲猫，疑似因为卧蚕整形手术失败而导致。后期韩恩贞的面部状态又恢复过一段时间，但是这几年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韩恩贞肉眼可见地又和从前不一样了，脸开始变垮了，鼻子假体明显，眼部卧蚕也比较夸张，完全不像在《浪漫满屋》中的扮相了。现在42岁的韩恩贞差不多处于无戏可拍的地步，只是偶尔出演综艺节目，想必也是因为受到整容后遗症的影响了吧。7. 金轩儿和郑丽媛。金轩儿和郑丽媛的变脸过程也让人可叹又可惜。当年我叫金三顺火遍亚洲的时候，金轩儿饰演的三顺虽然胖胖的，但是五官还是灵动自然的。郑丽媛饰演的希珍堪称无数人的白月光，她在停车场的一段哭戏，至今还被剧迷奉为美人落泪的经典瞬间。曾经的她们美的各有风格，让人看得赏心悦目。可是我叫金三顺播出几年之后，金轩儿瘦身成功了，整容后遗症也开始出现了，高鼻梁、尖下巴、大眼睛以及没有一丝赘肉的脸颊，都让金轩儿的脸看上去充满了僵硬感。比起金三顺时期，现在的金轩儿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辨识度，和韩国整容流水线上的其他女星没有太大的区别。郑丽媛同样如此，以前的郑丽媛清纯优雅，自带一种我见犹怜的气质，但整容多次之后，郑丽媛一度被网友形容为惊悚宛如鬼片女主角。她鼻子和下巴的假体透过镜头都非常明显，额头和面部的肿胀感极其不自然。虽然后期郑丽媛再次微调，颜值又升高了不少，但是和我叫金三顺时期相比，如今的郑丽媛始终会让人有一种美人不在的遗憾。现在玄彬依旧是神颜，金轩儿和郑丽媛的美丽却在岁月中被打了折扣。再次回看我叫金三顺，看着剧中的几位主演，也会让人感叹物是人非。8. 李多海和朴诗妍。最后就是李多海和朴诗妍在整容的路上再也回不了头。李多海和朴诗妍都是因为韩剧《我的女孩》而大火，当时李多海饰演女1号周幼琳，朴诗妍饰演女2号金世轩。关于他们谁比较美，剧迷们还一度各持己见。反正事实是，李多海和朴诗妍都是一眼就惊艳众人的大美女，
可是两位大美女如今都在整容的路上栽了大跟头，李多海变脸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有一种说法是，她是因为遭遇了车祸，所以又去修复了鼻子。等到修复完之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李多海，鼻子假体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整张脸充满了僵硬感。即便是现在，李多海在中国开直播的时候，弹出的最多的弹幕就是整容失败了之类的留言，还有朴诗妍。当年她的美貌可是引起过轰动，不知道还有多少观众记得，朴诗妍曾在《宝莲灯》中饰演过三圣母，她也被评为最美三圣母。另外，韩国偶像组合神话的队长文整赫也对她一见钟情，他们还短暂交往过一段时间，只不过朴诗妍的花期实在是太短了。爆红之后，朴诗妍的私生活非常精彩，酒驾、结婚、离婚等一系列抓马故事之后，朴诗妍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也失去了自己的美貌。现在的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偶尔会在电视剧中看到朴诗妍的身影，但是她的容貌已经大变样了，脸部面瘫，嘴歪眼斜，和以前的朴诗妍相比，差不多是两个人了。看完了以上10位韩国女星容貌的变化，不得不感叹韩国整容技术的神奇以及高风险。她们10个人都是整容美女，也都有过惊艳众人的时刻，一次又一次进场都会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都会有衰老的一天。为了拥有更完美的外貌，明星通常都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可整容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有的明星过于苛求，反而整着整着就翻车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被整容毁掉的艺人。大家还记得曾风靡一时的韩国整容模板高允贞吗？她因为那组画着清淡的裸妆，面部直怼镜头拍摄的照片，一时间红遍全亚洲。照片中的高允贞虽然画着最清淡普通的妆，但她的五官在高清镜头的拍摄下依旧很能打。流畅的脸部轮廓，恰到好处的五官，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与韩国盛行的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的流水线美女相比，真是太精致自然。高允贞的出现让许多想要整容的人幡然醒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大众追捧的。照片被上传到网上后，高允贞得到了小全智贤的称号。要知道全智贤可是韩国 top 级的女艺人，高允贞能有这样的称号，可见网友对她的喜爱。成名后的高允贞一跃成为韩国最红的网红，还拿下了电视剧的资源。可当她出演的电视剧开播后，网友们对高允贞的长相评价就开始直线下滑。画面中的她可以一眼看出整容的痕迹，尤其是山根处，在做面部表情时非常明显，填充的有些过分的脸部，上镜时略显肿胀，皮肤状态也并不好，脸部似乎开始出现整容的后遗症，与清修图中的她相差108000里。韩国第一整容模板高允贞也被整毁了，人造美女真心不容易当啊。第2位林娜荣，鼻子处于人五官的正中心，所以一个人好不好看通常取决于鼻子。许多长相普通的人通过整形鼻子，外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2016年，林娜荣作为限定女子组合 IOI 的队长成功出道，在 Produce 101出道夜的舞台上发表感言的林娜荣难掩激动的情绪，一度抽泣不能自已。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林娜荣用右手捏了捏鼻子，可鼻翼却陷了进去，足足过了2-3秒才恢复过来。事后她的粉丝为她辩解称，因为林娜荣当时患了鼻炎，鼻翼被鼻涕给粘住了。很显然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众多网友表示，原来这就是整容后遗症啊。第3位李多海，说到早期的萌神鼻祖，一定非我的女孩中的女主周有玲莫属。那时的李多海满脸的胶原蛋白，大大的眼睛配上略微圆润的鼻头，再加上她古灵精怪的表情，简直是圈粉无数。青春气息十足的她，甚至还获得了韩版小燕子的称号。多年后，曾经的搭档李东旭凭借一部鬼怪再次爆火，上演了40加男人的魅力。可当大众再提起李多海，关键词却变成了脸僵整容。未出道前，李多海的原生长相属于典型的韩国女性长相。2001年，李多海参加春香小姐选拔大赛，脸部轮廓已经变得相对流畅。2004年出演《花王仙女》时，她的轮廓和五官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1年后，在令她爆红的《我的女孩》里，李多海的颜值处于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灵动的时期。之后，她的脸上虽然也有一些小改动，但基本审美都没有跑偏。可到了2010年，李多海开始过度整容，逐渐有了脸崩的趋势。推奴中，她的脸上填充感明显，以前标志性的少女卧蚕也消失了。在见雷普利小姐中，她开始真正漫画，面部出现明显的浮肿。2014年，《酒店之王》中已经能看见她除了填充以外，五官有明显的改变，其中鼻子的变化尤为显著。
之后她就逐渐淡出荧幕。2019年，李多海的新剧《善良魔女传》一上映，立刻引起网友的热议。众多网友表示根本认不出这是李多海了。现在的她网红感满满。如今37岁的李多海在精心的保养下，皮肤依旧精致白皙，但过度整容的她也失去了从前的灵气，再也没有当初荧幕上一眼万年的记忆感了，着实令人惋惜。第4位，金喜善。在李多海凭借周幼玲一角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那一年，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在悬崖上的那一舞也同样俘获了一众中国观众。作为韩国娱乐圈公认的最漂亮的女明星，安在旭、张东健等一众明星都想与她合作，就连成龙和黎明都对她有着超高评价。出演《神话》时，她主动学习用全中文出演，敬业程度被导演和一众中国明星赞叹。导演唐季礼更是称她为最完美的女人。童星出身的金喜善，从小颜值就非常出众，双眼皮、高鼻梁、精致的五官，简直可以用眉目如画这个词形容。她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天然美女，从来没有整过容。但如今已年过40的金喜善面部浮肿，渐渐出现了整容后遗症。在某次活动现场，她被摄影师拍到了嘴歪的照片。当然，仅凭一张照片自然断定不了什么，但此后她却再次因为嘴歪引起争议。女儿的颜值也成了网友质疑她天然美女的依据。毕竟她和丈夫的颜值都很高，可女儿却长相普通。第5位，崔智友。提到崔智友，相信很多影迷永远忘不了《天国的阶梯》中娇羞可人的韩静书，而这也是崔智友的成名之作。当时的她给人一种稳稳大气的感觉，无论是长相还是整体传递出来的气质，都是让人无法忘怀的。但谁都逃不过岁月这把杀猪刀。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韩国娱乐圈不整不太可能的种种因素，崔智友也走上了整容微调的道路。2014年，她就被拍到许多整容后遗症的照片。那时她的脸部肌肉僵硬，鼻子形状也很奇怪，整个人凶相毕露，完全没了当初温婉的感觉。当她再和全相宇站在一起，对比就更加强烈了。好在后来回炉成功，颜值状态又有点回春。第6位，郑丽媛。不同于其他电视剧中的恶毒女二，郑丽媛在2005年播出的韩剧《我孝亲3顺》中饰演的是温柔又有气质的完美角色。彼时的她被称为神仙颜值，还因为甜美的笑容征服了一众人，被粉丝称为微笑女王。但可惜的是，在走红以后，她陷入了一个韩国女明星普遍难逃的怪圈——精益求精整容换脸。此后，她的身上频频传出整容的传言，不仅没了以往的自然与灵动，还略显惊悚，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2019年出演电视剧《检察官内传》时，颜值就已经大不如前。第7位，蔡琳。《夏娃的诱惑》成就了2个女星。如果说金素妍扮演的恶女徐英梅是美得让人畏惧的恶女，那么蔡琳扮演的真善美则是剧里的一颗暖阳，温暖柔甜到心里。彼时的蔡琳甜美的长相非常吃香，一出道即使拍的2部作品《欢乐蹦蹦跳》和《亲爱的你》都没有大火，她还是被韩国媒体评为韩国的守护天使和最可以代表钻石的艺人。宋慧乔与蔡琳几乎是同时出道，在2000年就分别出演了《蓝色生死恋》和《顺风妇产科》，但大家还是把韩国的守护天使颁给了更甜几分的蔡琳。作为和张娜拉、邱瓷炫一众附中发展的韩星，蔡琳是最早来中国演戏的韩国艺人之一。她的古装扮相曾经是多少人的白月光啊！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蔡琳的脸上也出现了过度填充的痕迹，多次被拍到眼睛睁不开、嘴巴扯不开的照片。硕大的苹果肌，再加上衰老导致的人中变长，曾经的古装女神已不在。好想对蔡琳讲一句：姐姐，你只要做好紧致工作，就可以永远当小女生，干嘛非要甜啊？多少人羡慕你这张纯幼态的脸啊！第8位，尹恩惠。曾经凭借《宫》《咖啡王子1号店》《对我说谎试试看》《想你》等热门作品，尹恩惠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韩剧女王。那时的她古灵精怪，下垂的眼角，嘟嘟的嘴唇，满脸的胶原蛋白，让人看得好想冲进屏幕里去捏一把她的脸。但随着2013年她的新剧《未来的选择》播出后，反响不大，她选择离开韩国市场，来中国的娱乐圈发展。之后她就深陷抄袭风波，遭到韩国网友的抵制，沉寂了几年。也许是想要重回事业轨道，这几年尹恩惠一直在尝试复出拍戏，但网友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她的剧，而是她不断变垮的脸，甚至称她为整形怪物。过度的注射填充造成她面部僵硬肿胀，山根变宽，鼻头变大，而她本人在 IG 上上传的近照更是被网友指出苹果肌与脸颊断层明显，活生生撞脸小丑脸。到曾经超有路人缘的兔子颜，到如今的整形怪物，实在是令人惋惜。爱美是人的天性，更何况是在靠脸吃饭、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但有个成语叫过犹不及，过度追求完美反而会丧失辨识度。有时候不完美何尝不是一种美？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盘点再见。